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幽灵般的情报机构，它不受任何宪法和国际法的约束，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充当法官和刽子手。它能跨越大洋，把纳粹元凶从南美洲活生生绑架回国。它能蛰伏10年，把烈性炸药完美地塞进敌人的几千台巡呼机里。但它也曾因为认错人，在大街上乱枪打死一名无辜孕妇的丈夫，甚至在暗杀敌方首脑失败后，被逼着亲自送上解药，把对方从鬼门关里救回来，拿着最烂的开局剧本，打出最狠的降维打击，却在今天陷入了最致命的信任危机。他就是与美国 CIA、英国军情6处、俄罗斯克格勃齐名的世界4大情报机构之一——以色列摩萨德。在光影交错的谍海中，他究竟是护国的暗夜骑士，还是冷血的国家恐怖机器？今天咱们用20分钟冷静拨开摩萨德的绝密档案。要把摩萨德看透，你首先得理解它诞生的底色，那就是纯粹的生存恐惧。1948年，以色列刚刚宣布建国，就在建国宣言墨迹未干的第2天，周边6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军就从4面8方打了过来，是要把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这帮刚刚经历过2战大屠杀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尴尬地发现自己背靠地中海，3面全是死敌，国家最窄的地方甚至不到15公里，没有战略纵深，被人一波冲锋就能拦腰斩断。这仗怎么打？以色列国父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得出了一个极其冷酷的结论：既然我们在地理上没有防线，那情报就是我们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1949年12月13日，本·古里安下令组建一个全新的机构——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在希伯来语里，它的简称就是摩萨德，意思非常简单粗暴，就2个字：机构。从此，以色列确立了3大情报支柱：阿曼负责军事情报，辛贝特负责国内反恐，而摩萨德专门负责在以色列境外搞间谍活动、秘密破坏和跨国暗杀。在摩萨德的局徽上刻着《圣经箴言》第11章第14节里的一句话：无智谋，民事必败；多谋事，国民必安。但摩萨德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技术有多牛，而在于他的特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色列国内甚至严禁在公开场合提及摩萨德这个词。它是一个真正的法外之地，它的局长只对总理一个人负责，不需要经过议会层层审批。要知道，以色列本国法律是废除死刑的，但摩萨德却被赋予了在海外执行定点清除的绝对权利。换句话说，这是一把只握在以色列总理手里，随时可以刺向全球任何角落的滴血利刃。想进摩萨德，条件极其苛刻。你不仅需要绝对忠诚、智力超群，还得具备一种随时能变成另一个人的变色龙特质。据说每1000名候选人中，最终只有1个人能入选。目前，摩萨德在全球的正式雇员大约只有7000人。你可能会问，区几千人凭什么在全世界呼风唤雨？这就不得不提摩萨德最核心也是最引人争议的2大底牌：萨亚尼网络和刺刀部队。先说萨亚尼。在希伯来语里，这是帮手或者协助者的意思。他们是谁？他们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裔平民。这帮人完全没有特工编制，也不拿1分钱工资，完全出于对犹太民族的忠诚自愿提供帮助。想象一下这种防不胜防的降维打击：摩萨德特工潜入欧洲某国执行暗杀，需要掩护，一个开酒店的萨亚尼会默默留出一间不登记的盲房，需要跑路。一个做租车生意的萨亚尼会提前把一辆没牌照的汽车钥匙留在手套箱里，需要资金，某个银行高管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洗干净一笔钱。正是这种把普通平民武器化的战术，让摩萨德以极低的成本在全球铺开了一张看不见的网。当然，这种做法也极度危险，它直接挑战了其他国家的主权，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犹太人都是间谍的反犹阴谋论。而摩萨德的另一张底牌就是隶属于凯撒利亚特别行动部的刺刀小队。如果说摩萨德是幽灵，那刺刀就是死神。这支小队据说只有40人左右，全员精通多国语言，拥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从以色列总理的 X 名单上把那些威胁国家安全的目标从物理层面上彻底抹除。在20世纪50到60年代，摩萨德打出了几场让全世界情报界集体膜拜的神级操作。第一战是信仰之战。
1960年，摩萨德查到纳粹大屠杀的核心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正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躲在阿根廷的奔驰工厂当工人。摩萨德没有选择直接一枪崩了他，而是派出一支7人小队潜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公交车站，特工们像猎豹一样将艾希曼徒手扑倒，给他打上镇静剂，换上以色列航空空乘的制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走私回了以色列，接受世纪审判。这一战让摩萨德名震全球，但摩萨德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单纯的复仇，而是绝对的现实实用主义。只要能让国家活下去，摩萨德随时可以跟魔鬼做交易。1962年，埃及总统纳赛尔高调宣布，他们正在研发能打到以色列本土的先进导弹。摩萨德一查，背后全是被埃及高薪聘请的前纳粹德国科学家。为了破坏这个计划，摩萨德先是寄了几个炸弹包裹，但只炸死了几个边缘工人，核心科学家毫发无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摩萨德干了一件极其魔幻的事，他们居然招募了二战时的纳粹党卫军特种兵头子奥托·斯科尔兹内。你没听错，犹太人雇佣了老纳粹。摩萨德向他承诺提供人身保护，换取他出面，利用他在纳粹圈子里的威望和人脉，把那些在埃及的德国科学家一个一个劝走或者恐吓走，一招釜底抽薪，埃及的导弹计划直接瘫痪。到了1966年的钻石行动，摩萨德更是把触角伸向了天空。当时苏联把最先进的米格21卖给了阿拉伯国家，摩萨德的对策简单粗暴，买不来那就偷一架。他们盯上了伊拉克空军里的一名亚述基督徒飞行员穆尼尔·雷法。这个人技术极高，但在军中备受歧视。摩萨德开出天价奖金和人身庇护的条件策反了他，但雷法提出了一个地狱级的要求：想让我开飞机过去可以，但你们必须把我整个家族21口人全部从伊拉克安全弄出来。结果摩萨德硬是在重重监视的伊拉克境内，把这21个人分批偷渡了出来。雷法随后驾驶米格21叛逃以色列。这架战机的情报直接帮助以色列在1967年的6日战争中，用极短的时间把埃及和叙利亚的空军按在地上摩擦，彻底改写了中东版图。但真正确立摩萨德睚眦必报、虽远必诛冷血形象的是震惊世界的上帝之怒行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劫持并残忍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时任以色列总理著名的铁娘子古尔达梅厄震怒了。在那个欧洲各国情报机构不愿卷入中东浑水，德国警方营救极度拉胯的年代，以色列决定，既然没人给我们公道，那我们就自己动手。梅厄总理牵头成立了 X 委员会，授权摩萨德展开全球追杀。在这场长达20多年的报复行动中，摩萨德展现了极其恐怖的创意和执行力。在罗马，他们对着目标人物连开11枪，象征11名遇难的以色列人。在巴黎，他们在目标的电话听筒里安装微型炸药，一接电话直接爆头。在贝鲁特，他们用遥控汽车炸弹把黑九月的高层炸成了碎片。这种以暴制暴的手段，虽然在国际上确立了极强的威慑力，但也让摩萨德在不受监管的特权中滑向了致命的深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当一个情报机构拥有了无需法庭审判的生杀大权，它的傲慢必然会带来灾难。1973年，在追杀黑九月头目萨拉梅的过程中，摩萨德的刺刀小队跟踪到了挪威的一个宁静小镇利勒哈默尔。7月21日晚，特工们看到目标和一名怀孕7个月的女子从电影院走出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当着孕妇的面将其乱枪打死，结果杀错人了。死者根本不是什么恐怖大亨，而是一名长得有点像的摩洛哥籍服务员。更丢人的是，这次行动漏洞百出。挪威警方迅速收网，当场逮捕了6名摩萨德特工。这些被捕的特工不仅招供了，还暴露了安全屋和联络暗号，直接导致摩萨德在欧洲的情报网大面积瘫痪。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利勒哈默尔惨案。它向世界证明了，越界执法的代价往往是让整个国家颜面扫地。不仅是行动失误，摩萨德在战略情报上也犯过极其致命的错误。1973年，埃及准备发动战争夺回西奈半岛。其实摩萨德当时有一个极高规格的内线，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女婿阿什拉夫·马尔万。
马尔万已经拼死发出了埃及即将开战的终极警告，但当时的以色列情报高层极度膨胀，沉浸在6日战争的无敌光环里，坚信阿拉伯人根本不敢打。结果，在赎罪日这天，埃及和叙利亚联军的突袭让以色列措手不及，超过2600名以色列士兵阵亡。这场情报灾难彻底击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顺便提一句，这位传奇线人马尔万在30多年后身份暴露，于2007年在伦敦的公寓阳台离奇坠亡，至今是个解不开的谜。虽然在1976年的恩德培行动中，摩萨德靠着搜集乌干达机场的图纸，并让特种部队开着一辆伪装成独裁者阿明座驾的黑色奔驰车混入机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人质救援。但这种高光时刻并不能掩盖接下来的巨大丑闻。1997年，一场更具戏剧性的惨败发生了。当时新上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暗杀哈马斯在约旦的政治局领导人哈利德·马沙尔，2名摩萨德特工拿着伪造的加拿大护照潜入约旦首都安曼。计划原本很完美，在街头假装碰撞，把一种无色无味、能引发心脏骤停的改良版剧毒左旋芬太尼喷射进马沙尔的耳朵里，制造自然死亡的假象。结果不仅喷毒的时候被保镖发现了，这2名号称精英的特工居然在安曼大街上被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死按住，直接交给了约旦警察。约旦国王侯赛因彻底暴怒了，直接威胁以色列，如果马沙尔死在约旦领土上，约旦就立刻废除和平条约，并把这2名特工绞死。面对巨大的外交灾难，极度魔幻的一幕出现了。为了救回自己的特工，当时的摩萨德局长不得不亲自坐着直升机飞到安曼，卑躬屈膝地送上了解药，亲手把他们刚刚费尽心机要暗杀的死敌给救活了。不仅如此，以色列还被迫释放了包括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在内的多名重磅囚犯。这场暗杀最终成了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战略级自爆。进入21世纪，摩萨德痛苦地意识到，靠贴假胡子、戴墨镜的传统间谍模式已经行不通了。2010年1月，摩萨德在迪拜一家5星级酒店的237号房间暗杀了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马巴胡赫。他们派出了26名特工，拿着伪造的欧洲护照，伪装成打网球的富豪旅客，人确实杀掉了，而且干得干净利落。但他们低估了迪拜的科技。迪拜警方调取了全程的无死角高清监控，不仅把这26个人的行动轨迹，甚至连他们用美国信用卡买机票的记录都扒了个底朝天。更要命的是，这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在最后关头出现了一个极其业余的漏洞。动手的那名特工因为太紧张，杀完人出来的时候居然忘记了摘掉作案用的左手手套，同伴竟然也没发现。这就好比你穿了一件白衬衫去吃火锅，千小心万小心，最后一口却把红油溅在了胸口上。在数字追踪系统和人脸识别面前，完美的物理伪装成了笑话。这次事件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摩萨德被迫全面转型，开启了赛博刺客时代。以色列有一种国家安全战略，叫做割草战略。他们认为 KB 组织是消灭不干净的，只能像割草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极高技术含量的剥夺能力打击。2010年，他们和美国 CIA 联手，把名叫阵网的电脑病毒送进伊朗戒备森严的纳坦兹核设施，让伊朗的离心机在不知不觉中超速失控并烧毁，硬生生把伊朗的核计划拖后了好几年。而到了2024年9月，摩萨德更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叫令人发指的科技特工组织。为了防窃听，黎巴嫩真主党决定放弃智能手机，改用最原始的寻呼机、BP 机和对讲机。摩萨德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心理，他们提前很多年就开始布局，在欧洲设立了空壳公司，把自己伪装成台湾某品牌的合法分销商。台湾公司其实也是受害者。摩萨德在生产环节悄悄改变了寻呼机的电池设计，他们在每一台寻呼机的电池里精准植入了仅有3克的 Python 高能炸药。这种炸药极其稳定，连机场的 X 光安检都查不出来。真主党成员用了快1年，除了抱怨耗电有点快，没有任何人怀疑。2024年9月17日下午3点半，死神降临，摩萨德按下了引爆键，5000多台寻呼机同时响起了极其刺耳的警报声。为了确保最大的杀伤力，摩萨德在程序里设定了一个7秒延时，
这7秒钟足够让所有人下意识地把寻呼机拿到眼前，或者双手按键查看。7秒一到，轰！短短几分钟内，真主党的底层骨干、高级指挥官，甚至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瞬间被炸断手指、炸瞎双眼。第二天，几百台对讲机再次被引爆，整个指挥链瞬间瘫痪。许多真主党成员现在连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不敢碰了，仿佛一夜之间退回了用摩托车和纸条传信的石器时代。寻呼机的连环爆炸让全世界再次对摩萨德的渗透能力感到胆寒，但在以色列国内，摩萨德的神环早已布满裂痕。最大的伤疤就是2023年的10月7日事件，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策划了1年多的数千人越境袭击，号称拥有全天候监控和顶级 AI 情报分析的以色列情报界居然毫无察觉。这场导致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的大屠杀，成了摩萨德几十年来最耻辱的情报盲区。他们过度迷信高科技的赛博监听，却完全忽视了敌人正在用最原始的面对面开会来躲避侦查。更让国际观察家担忧的是，摩萨德内部正在面临严重的政治化危机。摩萨德现任局长戴维·巴尔内亚将于2026年6月卸任，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居然打破了由资深间谍或情报高管接班的历史传统，强行指派自己的军事秘书少将罗曼·戈夫曼出任下一届摩萨德局长。戈夫曼是谁？他是一个打仗极度勇猛的装甲兵指挥官，在10月7日当天甚至身负重伤，但他对复杂的国际谍战和隐秘行动毫无经验。许多批评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把个人忠诚和政治听话置于了专业能力之上。这种政治干预正在从根基上腐蚀这只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暗夜之矛。从1949年建国初期的恐惧中诞生，到今天成为悬在中东各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从慕尼黑的血腥复仇，到安曼街头的送药丑闻，再到寻呼机爆炸的惊天算计，摩萨德的存在本身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极致矛盾的缩影。他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存，却习惯于践踏别国的主权与法律。他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大脑，却也摆脱不了国内政治内斗的泥沼。只要中东的仇恨不熄灭，这群潜伏在暗夜里的幽灵就永远不会停止他们的脚步。尼采说过，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摩萨德这种无视国际规则的降维暗杀和割草战略，究竟是保护国家生存的必要之恶，还是彻底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国家特工组织？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看法。这里是深度解说，欢迎您点赞、关注、投币，我们下期见。